女人优雅地举起枪，却没想到透过瞄准镜，她发现苏军战俘中有个男人竟是自己的未婚夫。女人顿时惊慌失措，但为了防止引起德军的怀疑，她只能故作镇定。中尉亲切地问她怎么了，女人撒娇地说害怕枪走火。中尉想在女人面前展示自己高超的枪法，便在俘虏中任意挑选了一个出来比试，却没想到恰恰选中了女人的未婚夫巴德。旁边的老人震惊了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儿子。没办法，此时他必须保持冷静。中尉要求巴德和他比试枪法，如果巴德输了，就被当场枪毙。中尉一枪就打碎了远处的酒瓶。轮到巴德时，他心惊胆战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一群德国人逮住一个犹太人，他们开着火车，鸣着枪，玩弄着这个满脸血迹的犹太人。对于犹太人而言，每声枪响都代表着死里逃生，而枪声最终还是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。他停下脚步，闭上眼睛，等待着命运的审判。就在这时，顶尖狙击手出现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很快，德军全军覆没。他是苏联狙击手德莱文。被救下的士兵告诉德莱文，他是波兰战俘。德军准备将他们送往寒冷的西伯利亚开采铅矿，并说火车上还有整整一车的战俘。德莱文将这群战俘救了下来，他想把他们纳入自己的部队。可就在这时，德军的战机迎面而来，子弹对着他们疯狂的扫射，所有人都在四处躲，只有德莱文不顾危险爬上车顶。他准备用 9-8K 干掉飞机。他先瞄准飞行员，接着扣动扳机，飞机笔直地砸向地面。另一架飞机见势不妙，扭头就飞走了。危机解除后，波兰战俘全部逃之夭夭，唯独巴德留了下来。苏军长官问巴德为何不走，而巴德说他想到一个特别的计划。他告诉长官说自己精通德语，可以假扮德军混入德军驻地，里应外合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个计划得到了长官的认可。很快，他们换上了德军的衣服，来到了德军阵地。巴德冒充德军军官，而德军士兵准备向上级确认他的身份时，巴德掏出手枪将其射杀。听见枪声的德莱文3下5除2干掉了外面的士兵，火车上的苏联士兵也一拥而下。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德军驻地的士兵全军覆没。精通德语的巴德通过电话告诉德军上级，刚刚只是遭到苏联小队的突袭，此时局面已被控制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骗过了德军上级。可就在这时，德军的王牌狙击手出现了，他正用8倍镜对准苏军长官。德莱文听见枪声，立马反应了过来，他知道对方是一名狙击手。为了找到狙击手所在的位置，德莱文让巴德冲出去引诱敌人的出现。狙击手发现巴德后，准备开枪射击，可瞄准器的镜片反光暴露了他的位置。苏军士兵对着他所在的位置进行火力压制，直到子弹打光后，狙击手瞄准了苏军士兵的小脑袋，准备扣动扳机时，德莱文从他身后一把将其拽下，然后按在地上疯狂的摩擦。就这样，狙击手被关押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笨蛋士兵给他送饭时，见他双手被困住无法进食，便割断了绳子。而摆脱束缚的狙击手迅速将热粥泼在了士兵的脸上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士兵终归太年轻，原来狙击手是德军中尉。没过多久，他便带着大量的德军前来围剿，不仅有坦克，还有装甲车。德军的炮弹将苏军阵地炸得人仰马翻。面对武器精良的德军，苏军溃不成军。最终，存活下来的苏军士兵沦为了德军战俘，而德莱文和巴德也在其中。就这样，他们被送往了德军的集中营。中尉要求巴德和他比试枪法，如果巴德输了，就被当场枪毙。中尉一枪就打碎了远处的酒瓶。轮到巴德时，他心惊胆战，幸运的是他也打中了酒瓶。随后中尉继续开枪，依然打中了目标。可当巴德第2次射击时，却没能打中。身后的父亲见此情景红了眼眶，默默地低下了头，以为自己的儿子将被当场杀死。可就在这时，德莱文站出来表示不服，说要和中尉来一场皇城 PK。中尉知道德莱文是苏联的顶尖狙击手，他也想和顶尖狙击手来一场强强对决，便答应了德莱文的要求。随后，他让士兵把酒瓶放到更远的地方。他拿起专业的狙击枪，一枪命中，而德莱文则拿起一把没有瞄准镜的步枪，抬手就是一枪。见德莱文打中酒瓶，女人高兴极了，而中尉的脸色瞬间突变。为了不在女神面前丢面子，他便终止了比赛。女人带着老人准备离开，并对老爷子说等出去后再想办法营救巴德。于是他便组织了一场营救计划。这天，一个士兵假装过来殴打巴德，并趁机给他塞了一把手铐的钥匙。紧接着，集中营内就发生了爆炸。原来，女人派了10几名勇敢的追求者前来营救她的未婚夫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德莱文和巴德用之前士兵塞给他的钥匙解开手铐，趁乱逃走。女人开着豪车在路边迎接他们，她制定的营救计划算是成功了。随后，他们来到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堡。巴德的父亲从城堡内缓缓走了出来，和巴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可患得患失，巴德得到了亲情，却丢失了爱情。德莱文的出现让他的未婚妻很快就迷上了这位神枪手，而德莱文也渐渐感受到了女人对他的特殊照顾。为了不影响他和巴德之间的友谊，他决定不辞而别。第2天一早，他便带上狙击枪离开了。可没想到，他转角刚走，中尉就带领着大批德军包围了城堡，并将城堡里所有人都抓了起来。为了在女人面前展示他的权力，并将巴德的父亲以及家中的仆人全部杀害。随后，女人被带进了中尉的房间，中尉准备对他的女神做龌龊之事。这里偷偷告诉大家一个表情包的彩蛋，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发送狗头家暴拳，就能解锁一个全新的表情。
解锁的表情在最后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笨蛋士兵打破了这个美丽的场面。原来巴德的好友顶尖狙击手德莱文来了，并且已经狙杀了多名德军士兵。被控制住的巴德趁机摆脱士兵，跳进了水里。一辆德军卡车上5名士兵前来增援，德莱文见此情景，一枪干掉了司机。车上的士兵吓得惊慌失措，落荒而逃。可想来容易，想走就难，所有士兵都被子弹留了下来。德莱文在一个隐蔽的树林中，他对准远处的玻璃开了一枪，屋内的士兵当场倒地，这彻底激怒了中尉。他立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出狙击手德莱文的位置。可直到晚上，他们也没找到德莱文的具体位置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火把扔了上来，一名士兵当场毙命。士兵们吓得手忙脚乱，胡乱开枪。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又一个火把扔了上来，又一名士兵随之倒地，其余士兵吓得落荒而逃。可就在这时，地下室也有一名士兵莫名其妙的被吊死。士兵们认为地下室有鬼，没人敢下去。中尉只好亲自下去一探究竟。可没想到，恰好遇见他的女神正在布置火药，他准备炸死城堡里的所有人。中尉对他伤透了心，他便挟持女人，用她做诱饵，想逼迫德莱文现身。德莱文无法瞄准躲在女人身后的中尉，没办法，为了救女人，德莱文只能被迫来到古堡自投罗网。他刚准备转身，就被中尉干倒在地。随后，德莱文被绑在了地下室，中尉在他身边置放了定时炸弹，然后带上他的女神离开了。德莱文本以为会命丧于此，可就在这时，巴德出现了。原来他没死，在地下室暗杀德军士兵的就是他。随后，德莱文迅速来到城堡的最高处，准备射杀还没走远的中尉。他瞄准目标，扣动扳机，子弹飞了一会儿后，随后女人被救了下来。三人终于重逢在了一起，女人开心地亲吻起了德莱文，而经历过生死的巴德也将这一切看淡。